DJI Avata 360登场。这次不只是飞行，而是重新定义第一人称视角的沉浸感。今天带你实测它的操作、画质与真正的飞行乐趣。DJI Avata 360机身采用一体化桨叶防护设计，看起来像是专为穿梭空间而生的飞行摄影机，而不是单纯拿来高空拍摄的工具。拿在手上可以感受到整体结构扎实，重量分配集中，给人很高的安全感。中央的360影像模组是这次最大的亮点，代表拍摄时不用过度担心构图，可以先专心飞行，之后再决定画面角度。配件收纳整齐，电池安装直觉，开机速度快，整体感觉就是拿起来就能开始创作。但真正的差别，其实在它飞起来之后。接下来谈谈核心规格，但我不单纯念数据，而是讲它怎么影响拍摄。Avata 360搭载1英寸旗舰感光元件，这意味着在高对比光线下，暗部细节保留更多，天空与地面反差大的场景更自然，后置空间也大幅增加，再加上 8K 60fps HDR 影片。让你可以在后置裁切或重新构图，依然保持画质。这对 FPV 或运镜影片来说非常重要，可以飞得更快，拍摄更多创意场景，而不用担心画面被光线限制。影像传输方面 ，Avata 360使用 O4 Plus 全高画质影像传输系统，这套系统低延迟又稳定，让你在高速移动时仍然及时看到清晰画面。对操控安全性和直觉反应非常关键，尤其是在贴近墙壁或穿越狭窄空间，画面延迟小，让手感更自然，飞行更安心，也降低因操控失误造成的风险。对单人创作者来说，这是非常大的加分项。安全设计方面，一体化桨叶防护罩和全向避障是 Avata 360的另一个核心优势。你可以自信地尝试低空穿梭、贴墙运镜或跟拍运动主体，不用太担心撞到障碍。即使在室内或树林里，避障系统也能自动感应环境，调整飞行路径，这让运镜不再受限制，也大大降低失误成本。对创作者而言，这等于打开了更多拍摄可能性。Avata 360的设计理念之一是一次拍摄、无限运镜创意。360镜头完整记录空间，让你在后置自由决定画面方向或运镜方式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必每次飞行都精准规划轨迹，创作自由度大幅提升。对我来说，这代表可以拍更多素材，尝试更多角度，甚至同一段飞行拍摄可以产出多个视觉版本，大幅提升效率和创作空间。随心跟拍功能也是我很喜欢的设计，它可以自动追踪主体，并生成几乎可直接输出的短片，
对于需要快速完成社群或短影片的人来说，几乎不需要剪辑就能产出完整作品。即使是初学者，也能拍出专业感画面。对我而言，这功能非常适合拍运动、街拍或移动拍摄，不必再在后置花大量时间调整运镜。Avata 360提供2种操作模式：高级 FPV 模式和单镜头模式。FPV 模式适合精准操作，拍摄复杂运镜；单镜头模式则快速直觉，适合快速出片。这种弹性让创作者可以依场景需求调整，无论是慢速建构画面，还是快速捕捉动态瞬间，都能轻松应对。对我而言，这种设计大幅降低学习门槛，也让影片更具灵活性。实际飞行中，我测试了追踪主体拍摄，全向避障让我可以自信贴近岩石或矿场建筑，画面依然平稳。360镜头提供完整空间资讯，后置可以自由调整角度，模拟环绕拍摄效果。这次飞行让我感受到 Avata 360不只是拍景，而是让创作者能在复杂环境中探索更有趣的视角。不过讲完优点，我一定要说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很大的缺点，就是续航力。官方标示飞行时间大约23分钟，但在实际创作情况下，开启360录影、快速运镜或跟拍时，我实际能安心拍摄的时间大约可能不到20分钟，这代表你可能才刚进入拍摄节奏，就要准备降落换电池。对 FPV 创作来说，灵感往往是在多次飞行后才开始出现，但续航限制会明显打断创作流程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拿它来创作，我会非常建议直接准备多颗电池，不然拍摄体验会被限制得很明显。简单说，它不是飞到没电，而是灵感还没拍完就要降落。运动跟拍模式下，机器能稳定保持主体居中，快速移动时画面依然平滑。随心跟拍模式几乎不需要剪辑就能输出成片，对创作者而言，这种功能非常加分，让拍摄效率大幅提升，也快速完成社群影片或短片，省时又有质感。总结下来 ，Avata 360的最大特色不是速度或单纯规格，而是创作自由度。它让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画面，而不是操作技巧。优点包括1英寸感光元件加 8K HDR、O4 Plus 影像传输、全向避障、防护罩、随心跟拍、多模式切换。唯一需要适应的是初期控制速度与方向，但熟悉后，你能拍出更多创意画面，突破传统限制。
果你想用不同的视角记录世界，Avata 360也许就是答案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评测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